第一个单元就是教大家呢，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进入 ShowTab 这个云端软体，然后呢建立自己的账号跟频道哦。那你只要在 Google 的搜寻网页上面直接 key ShowTab，我再写一次 SOUNDTRAP，就是可以直接第一个就是它了，好，那 Make Music Online，那这个软体，因为它其实就是有一阵子了，所以会有一些资讯哦，然后你也可以在 Google 的 Play 应用程式上找到。它其实有电脑版本，然后有手机版本跟 Pad 版本哦，所以我先讲电脑版本，因为我们在做音乐工作的时候，以电脑比较好做。然后其他的手机的 App 跟 Pad 上面的界面，我会再 demo 一点点简单的给大家看。其实它里面都是非常相似的。好，那我们直接进来哦。好，那如果大家进到了 SoundTrap 的界面之后呢，你会发现说，可能你的浏览器会问你要不要翻译成中文。那我一般是习惯就是不要翻译哦，因为有时候 Google 的那个翻译啊，越翻译越复杂，本来没有那么不清楚，结果就变得很不清楚哦。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是用英文的版本来看。然后一方面，因为我也是希望上一点英文字幕，能够让一些我在 SoundTrap 上面认识的小朋友也可以学习。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字，其实大家只要关键字去查一查哦，看久了就习惯了，所以会建议大家用英文的界面来使用。而且这样其实如果你里面包括你自己写的资料都用英文的话，你比较能够跟国际上的人沟通哦。好，那这个是就是提醒大家一下。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首页上会有一些就是关于他自己的介绍，我们扫一下就好了。就是比如说 Music Makers，就是说这软体可以给音乐创作者使用。然后呢，它其实也可以作为 storyteller，就是如果你想要录一些 podcast，就是如果你想要录一些 podcast，它里面有一些蛮不错的功能，也蛮简单的。我们日后会就是陆陆续续的说明。然后呢，它有讲到这是也有 education 的版本，就是学校可以花一点点钱，好像也不会很多，大概就是200多块钱美金一年。可以有500个学生可以同时参与这个版本，然后老师可以拉群啊，然后就是指定作业啊等等的。好，那这个之后有兴趣再看。然后这个软体我觉得它最有意思的就是做 collab 的部分哦，就是你可以在线上跟不同国家的人，或者是说甚至于是你自己的朋友啊，就是身边的也可以。就是在线上做一个音乐的共同创作。那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疫情爆发，人与人之间能够见面的机会比较少的情况下，我们也尽量减少群聚的情况下，你可以在线上直接互相编辑音乐、讨论音乐是蛮方便的哦。甚至于你在录 podcast 的时候，你都可以不用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做访谈。那这个之后我们可以日后再讨论。好，那 price 的部分就是它，我们大部分目前我用的都是免费的版本，然后大家基本上免费的版本里面就有3000多个音乐档案啊，就是音档的循环可以使用，然后400多个乐器，然后有150K 以上的声音效果。那所以这个对一般的小朋友学习使用上已经蛮够的了哈，所以我们会先用这个免费的软体教学，然后如果日后大家觉得说，哎，里面它有更多功能，你需要去解锁，你才可以去参考它的一个价钱方案，然后自己选择哦。好，那 education 的版本就是，学校也可以试试看。好，那就是
将近250块钱美金，然后每增加一个人就将近增加5块钱美金，那这个可以参考。那如果想要试试看的学校也可以，老师也可以去申请使用30天的免费账号，然后去使用看看。那我自己比较常用的那个账号呢，因为为了做 demo 给大家看，所以有做一个免费的升级哦。那我之后会比较多的一个 demo 会用这个账号来教学。好，那今天为了让大家就是第一个单元是要学习做设定，所以我们就是开一个新账号，然后一步一步告诉大家怎么设定自己的账号。你可以选择 personal use， 好，那就是一般来讲，我们自由音乐人啊、学生在家使用的话，会用 personal use。好，那就是你可以用你的谷歌账号直接登录，或 FB 账号直接登录。那或者是你可以用另外的 email 账号，比如说雅虎，或者是 PC Home 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个账号去做登录，然后重设密码等等的，这个看你个人的使用方便。那我今天先用一个谷歌账号登录一个新的，然后设定给大家参考看看。好，那我已经就是进来了。那其实之前因为有做一些预设了哈，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类似你的短网址，也是你的账号名称。你可以自己进来的时候先设定一个好记的，但是要记得你大概只能就是做一次，所以你要想好你自己需要的。好，那个人账号它也可以，就是有30天的免费，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尝试看看你有没有需要用到全功能哦。那这个目前我先不升级，我们就是做一般的设定。好，那我们进来，你先把自己的基本资料设定一下，你的 first name。那我会建议大家都用英文，这样你比较好跟人家沟通哦。或者甚至于你要用你自己的母语的翻译的名字也是可以的。好，然后呢，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你可以设定一个短网址。那现在我已经设定过了，好，那之后大家如果进来之后自己再设定。然后说 bio 就是你可以写大概1-2句话来简短介绍你自己，那大家可以看看说怎么样子强而有力的话来介绍你自己，或者是说你是一个朴实的人，那你就很平铺直述的说，你是哪里来的音乐人啊，或怎么样就可以了哈。好，那我们就稍微讲一下，这样就好了。好，那 tag 就是你的标签，你可以比如说我主要是做钢琴音乐，或者是说我会做一些 accompaniment，或者是说New Age Music。好，你可以选它。那或者是它如果没有内建的话，你可以自己写新的标签上去。好，那这个 whatever 你可以写一堆，当然你的标签也是要适合你的创作内容啦，不然就是写了也没有很大的意义。好，那再来 CD 的话，当然就是你可以写上比如说我住在新竹，台湾。那这个软体我蛮喜欢的，就是它可以把台湾直接当一个国家，你就不用再去选一些不知道如何选择的选项这样子。那语言的话，我们一般会用英文，因为它除了英文的话，就是其他的欧系语言，我们一般可能也大部分人比较没有那么熟悉。我们用英文来做沟通交流的话，就是你可以认识更多国家的人哦。这个也是因为毕竟语言只是一种工具嘛，那我们就不用去太麻烦彼此。所以做一个双语国家政策，其实也是蛮必要的，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更自然的用英文来跟全世界各国的人互动交流，做一个国际人哦。然后我们就 save。
好，那你就会回到你的首页来看一下，大概你有设定的东西，它都有在了。然后现在还有剩下其他的一些步骤需要设定，我们继续看下去。好，然后我们再继续扫一下，就是说呢，这里当然就是放你头贴的地方哦，所以我们先加上自己的照片，这里你会发现空空的。那如果大家觉得说，哎，这样也是不错啦，朴素之美，好，那就放着，要不然我们也是可以加一点像 FB 的频道这样子，好，那随便找一张头贴，你之后都可以再随时回来一直改。好，那 Create Soundbite 就是说呢，这个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你如果之后有创作了很多音乐，你可以直接从你的档案里面申请改变你的 Soundbite 在你的首页，那就是代表你自己的音乐创作的一小段音乐。那因为现在目前我这是一个新账号，所以没有任何的创作。我先载了一个在我的桌面上的，就是我之前的创作。好，那我就把它 upload 上来。那大家可能会听到一点点，我们先把它关掉。好，那大家可能会听到一点点，它大概最长可以做30秒钟哦。然后呢，你也可以做5秒到30秒，你可以剪一小段你认为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小动机，做你的个人的片头音乐。然后呢，理论上它也会像一个转盘一样在你的照片那边转哦。但是好，那你现在可能会看到说它可能有一些问题，就是这两天我在录影的时候发现说这个部分它可能出了一些状况，所以可能是他们城市里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再去写信给他的 technical support 去询问哦，因为其实他们的就是后台的工程师的一个呃资讯的回应哦，也是蛮不错的。就是说，他们回复都蛮有诚意，而且都会给你更多资讯。所以你真的有遇到问题，给他们回复都会非常快速的回应。大家可以试试看。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是有时候后台会出一些问题，那大家就是持续看看，就是过一阵子再使用。这个功能我之前使用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两天就是可能出一些小状况，大家之后可以再回来持续的看看他们解决了没有。好，那这是一个。然后呢，我们再回到刚才的 picture 的地方，你可以改头贴嘛？你可以随时从这边改头贴。那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你也可以做我刚刚讲的封面照片的部分，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档案来做你的片头，你认为有适合你的，好比说你认为有适合你的封面的一个可以宣传你自己频道的内容来做档案。好，那我们可以回到前面看看。好，那就会得到这个东西，或你可以用它内建的照片或任何你喜欢的山水图画照片来上传。好，那我们会希望大家把频道设定好，是因为说，因为创作是一个特色的一个行业哦。那如果你教学上也是希望培养学生的创意跟独特性的话，可以教育他们从这个小小的设定里面就来代表个人的一个小创意，可以做一个好好的整理这样子哦。这也是一个个人的类似数位名片，让大家认识你。所以我们花了一点点时间，然后来跟大家介绍这些事情哦。那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就设定好了，Soundbite 没有办法设定。然后你可以邀请很多朋友跟你一起来使用这个软体哦，大家可以试试看。然后你也可以透过 email 邀请你所有的朋友进来一起参加拉群啊等等的。好，那再往下看的时候呢，就是你可以就是你的创作内容都可以设定在你的首页里面，然后呢，它也可以直接上传 Spotify Podcast，就是你做完 Podcast 也可以上传到 Podcast。然后呢，这个是
Soundtrack for Education。好，那 Soundtrack for Education 就是说，如果你用的是学校版本的话，你可以把你的邀请码放进来。这个大部分我们除非是学校单位，我们不会去买这个，那我们就不用太关心哦。好，那我们先看这个，你可以直接 Enter Studio 做创作，或者是 Start a Collaboration， 就是跟人家一起创作。跟人家一起创作，你就是只要你把你朋友，你知道你朋友他做这个，就是你的朋友已经有申请 Soundtrap 账号了，然后他申请账号的email，就是 key 进去，你就可以 invite 他，或者是你可以把你的这个 link 发给他，他自己来加你，或者是你可以，如果你的朋友的名字比较独特，你可以直接 key 他的名字，然后找到他哦。这个之后，因为我现在是一个空的档案，我之后会用其他的账号 demo 给大家看。好，那还是再强调一次，因为我们里面用的都是英文版本，那有一些字其实大家如果真的不太熟悉，可以慢慢查一下，可以先把影片停下来，然后看一下，查一下，那你看久就习惯了哦。比较希望说我们在教学的时候，一方面也是教学生看英文版，让他们习惯一个英文的沟通模式。其实英文这个工具它蛮简单的，你只要常看就会习惯了哈。用各种方式自然的把它，不是母语，但是你可以习惯它，变成你的第二种母语哦。好，那我们就接下去其他的课程喽。今天先上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设计一个美美的频道，跟设定好你的账号。